这是全世界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变态，只要他看上的女人，不管是亚洲人、非洲人还是欧洲人，年轻的、年老的、活着的、死去的，他通通都不放过。变态之所以变态，是因为他不仅喜欢活人，还喜欢冰冷的女性尸体，高兴起来更是一口咬下去，吃口肉给自己助兴。可不论他祸害了多少人，每次都能逍遥法外，因为他有一个很有钱的富翁老爸，每次都能用超能力替他擦屁股。这天，他搞了一名医生的妻子，医生刚回到家，就看到令人作呕的一幕：妻子裸露身体，被变态男压在身下。这画面让医生抓狂，他冲上前阻止，却被变态男的手下牵制着。医生被狠狠地踹了一脚，倒在地上，一个枪管正对着医生的头，他只能被迫观看妻子的现场直播。变态男完事后，残忍扭断了妻子的脖子，一把扔倒在地，然后一脸戏谑地看着医生，先是朝他的脸浇灌了一把自己的尿液，又举起大大的脚丫子对着医生的脸连连踩上去，医生被活生生踩成了残废，左眼也报销。但狂妄的变态男并没有斩草除根，他要让医生痛苦地活下去，殊不知这也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医生每天度日如年，他曾尝试过自杀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痛不欲生的他最终放弃自杀，而是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为妻子报仇。可变态男家世背景雄厚，父亲知道儿子犯下了滔天罪行，因此给他配备了最严密的安保系统，所到之处只要没有变态男的允许，别说人，就算是一只蚊子也飞不进去。医生知道自己硬刚也不过是自寻死路，但变态男的性变态就是他最大的软肋，想要复仇必须要借刀杀人。为此，医生从人贩子那里挑中了一名毒瘾女子小美，她曾经交过3个男朋友，第一个教会了她抽烟喝酒，第二个带她误入歧途，第3个更坏，直接让她变成了瘾君子。为了吸毒，她不惜出卖自己，成为一个没有尊严、被到处贩卖的商品。医生把小美带回仓库，首先第一步就是为她戒毒。小美被铁链拴在柱子边，每当毒瘾发作，医生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等小美没有了力气，再拖着一瘸一拐的身体给她送上一碗吃食，只要小美拒绝吃掉，就用一盆冷水泼向她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美在一次次痛苦挣扎中彻底摆脱了毒瘾。接下来，医生就要把小美训练成一个完美杀手。他让小美每天练习拳击1000次，拖着50斤的轮胎，徒步跋涉10公里，仰卧起坐600下，攀岩3个小时，用到的工具只有一根绳子，稍有不注意就会坠下深渊。可这还不够，回来后还会被医生叫去和专业的拳击手实战。一开始，小美只有被吊打的份，可她没有选择，只能每天勤勤恳恳的训练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小美的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强，不仅能轻松单手拎起一个轮胎，一口气做1000个仰卧起坐也不在话下，还从一开始的出拳绵软无力，到后来的刚劲有力、行云流水，甚至能在10秒内将专业拳手干趴。拳击手在完成最后一次实战后，医生掏出一大笔钱给他，可就在拳击手转身离开后，医生突然变了脸色，一枪将其击毙。医生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复仇计划万无一失，下一步就是训练小美的胆量。这个女人被医生五花大绑，医生绑来一个醉酒的金发女人，让她朝对面的小美发射子弹，只要射中就放她走。小美被吓坏了，可她却只能咬牙忍着。幸运的是，醉酒女人一发都没有射中。然而这还不够，枪战最基本的是要先学会组装弹匣。在医生耐心的教导下，小美开始训练推回滑套，推出空弹壳，将下一个子弹放入。刚开始，小美十分的吃力，她每天对着图纸研究，练习上千次，直到对手枪的每一个部件了如指掌。再练习射击，刚开始巨大的后坐力让小美连站都站不稳，更别说精准射中目标。日复一日的训练下，小美进步神速，射击精度也越来越高。医生让小美10秒内完成组装，小美只需要9秒就完成了，比预期还要快1秒。完成所有教程，小美终于成为了一个完美的杀手。医生开始赋予小美第一个，但也是最后一个任务，让她去杀自己的杀气仇人。成功了，医生就会给小美一个新的身份，并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可一旦失败，等待小美的只有死路一条，不成功变成人。想要接近变态男，只有通过一个叫炮台的地方，这是全世界最为变态的场所，由各地变态的首脑贵族基金建立起来，坐落在一个偏僻的核废弃场。一句话概括就是喜欢和尸体打扑克的有钱人的聚集地。这里有着最为严密的安保系统，就连警察也会为他们掩护。而变态男则是俱乐部的一个超级会员，俱乐部有一个铁的纪律，客户的保镖不允许进入炮房，没有例外，并且会员也不允许带任何武器。而小美的任务就是混进炮房，杀掉变态男。
可如何才能混进炮房呢？原来医生早已收买了检验死尸的人员，他计划将手枪的3大零件塞进小美体内，然后弄成假死状态送入炮房内。在里面醒来后，小美就要割开身体，快速组装好枪支，然后杀了变态。这个伤口不会致命，只会不停出血。医生还说，男人会在身体失去1/3血的时候挂掉，女人要2/3才会挂。他通过小美的身高、体重和体积，计算出小美的伤口裂开以后，最多能撑22分钟。因此，小美必须在22分钟的大姨妈时间里完成任务，然后跑出炮房。到那时，医生的朋友就会及时赶到现场，给小美输血，这样小美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可小美犹豫了，她没有想到自己刚从深渊里出来，又要掉进下一个深渊，而这一次只有她能救自己。医生把一个和小美身形相似的女人抓到仓库，当着小美的面用刀划开女人的皮肤，鲜血顺着女人白皙的皮肤一点点往下滑。刚开始只是一道道血柱，随着尖刀在女人皮肤上划过的面积越来越大，鲜血浸透了她的身体，从鲜红色变成了黑红色。女人痛苦地惨叫着，医生却丝毫不为所动，一边用尖刀划拉女人的皮肤，一边讲解枪的2大零件会在小美的右体躯干，滑套藏在左右胸上面。至于第3大零件，你自己猜，我就不说是哪里了。10分钟的时候，已经流了1半的血，身体内容量下降，大脑缺血。这个时候，小美会感觉像是喝醉了一样，或是做噩梦，无法分辨现实和幻觉。15分钟的时候，小美就会失去视觉，出现又消失。小美必须使用其他感官，以确保完成任务。之后，医生放开女人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任由女人失血而死。小美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从挣扎到痛苦，最后变成地上的一滩肉泥。她崩溃了，她觉得这个计划实在是太疯狂了。她拿起枪，走到医生身后，把枪口放进嘴里，想要自尽，可她还是下不去手。于是她又把枪口对准了医生，可医生早已发觉。他转过身，把妻子的照片递给小美。在得知医生那段痛苦的往事之后，又看到照片里面那个笑颜如花的女人，小美终于同意了这个计划。医生收到消息，明天变态男就会前往炮房，所以小美今晚就要进行手术。这个女人赤裸着身体躺在手术台上，男人则把手枪一一拆解，裹上一层薄薄的保鲜膜，然后用刀划开小美的皮肤，把枪支塞进去，再一一缝上。几个小时过后，小美的身体里就藏进了一把德国式手枪和装有13颗子弹的弹匣。医生又给小美注射一管试剂，这样就能让她变成假死状态。手术后，医生送给小美最后一吻，小美被送进了炮房。没过多久，她从假死中醒来，打开房门，是一个黑衣保安。小美冲上前和保安厮打起来，抢过保安的枪，却发现这里的武器全都是指纹解锁。没有办法，小美只能用肉搏、生拉硬拽加上撕咬，终于干倒了保镖1号，然后抢走他身上的手表，调好22分钟倒计时，接着忍痛划开身上的皮肤，取出枪和弹匣。而这一边，保镖2号也发现了异常，他把正在安检的变态男带到一间密室，并递给他一把匕首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小美组装好枪之后，一出门就遇上了一个女保镖，两人狭路相逢，互相开枪。可由于对方穿了防弹衣，小美足足打了7枪才将其干掉。这时时间已经过了15分钟，小美的视觉已经开始模糊。这时另一个保镖出现，可对方全副武装，小美连开了5枪都没有用，最后倒在了地上。因为失血过多，她开始神志不清了，但想起了医生说的要用感官去感知一切，小美这才重燃斗志。可枪里只剩下最后一发子弹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她看清了对方的枪管，对着枪口来上一枪。就在保镖开枪的瞬间，枪口炸膛，最后一个保镖也毙命。下一步就是干掉躲在密室里的变态男。没想到他早就察觉到动静，一边看戏一边数着子弹。他知道小美已经没有了子弹，于是他主动从密室走出。看到浑身血迹的小美，变态男更加兴奋了。现在的小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变态男狂妄地把匕首扔掉，然后变态地笑着。可下一秒他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小美张开嘴巴，里面还有第14颗子弹，正是医生的那一吻送给她的。小美把子弹上膛，开枪射杀，一气呵成，任务完成。此时还剩下了2分钟，小美提着变态男的头颅，踉踉跄跄地走出炮房。可没有想到，医生已经是倒在地上的一具死尸了。原来炮房外的保镖听闻自己的变态主人出事后，便匆匆过来。一直在炮房外观察的医生和救兵打斗起来，最后双方同归于尽。小美倒在地上，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。在最后一刻，医生的朋友赶到，把小美抱进车里给她输血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医生大仇得报，
小美也拥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。片名《女体冲》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电影，手术撕开伤口取武器出来战斗的表现力和手法比较震撼，阿莎美的演技值得一赞。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